你有过这样的疑问吗？鸟窝都是露天的，下雨了怎么办？先抛开鸟淋湿了会不会感冒这个问题，如果鸟羽毛浸湿了，它们还能飞吗？而且鸟巢不会被淹起来吗？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其实鸟类的巢穴设计巧妙，它们在建造时已经考虑到了自然条件的挑战。许多鸟类的巢穴结构能够很好的排水，而且鸟儿们通常选择在有遮蔽的地方筑巢，比如树叶浓密的树枝下，以减少雨水的直接冲击。此外，一些鸟类如燕子，它们的巢穴设计有特殊的凹槽，可以引导雨水流向巢外，保持巢内干燥。搭建于树梢的露天鸟窝拥有一个显著的优势，它提供了一个360度无死角的视野，使得鸟儿能够随时警惕四周可能出现的危险。在孵育期间，雌鸟和雄鸟轮流守护着巢穴，确保卵的安全。当雏鸟破壳而出，这对父母便肩负起养育的责任，交替外出觅食，以确保雏鸟得到充足的食物。这些露天鸟窝通常呈圆形，结构稳固，能够很好的附着在树干上。鸟儿在选择巢区时非常讲究，它们会选择结实的树枝，并在建造过程中巧妙地留下缝隙。这些缝隙不仅有助于通风，还能有效排出雏鸟的粪便和其他食物残渣，保持巢内环境的清洁。此外，鸟窝的建造也是鸟类繁殖行为的一部分，它有助于鸟类建立领地，吸引配偶。一些鸟类如织布鸟，鸟窝的复杂结构和精美外观是它们吸引异性的重要手段。鸟窝露天不能躲雨，下雨天大部分鸟都是任由冰冷的雨水在脸上胡乱地拍。为什么鸟淋了雨翅膀不会湿还能飞起来？这主要归功于它们独特的羽毛结构。鸟类的羽毛分为正羽、绒羽、半绒羽和纤羽。正羽包括翅膀上的飞羽、尾部的尾羽以及覆盖全身的狼羽。绒羽位于正羽之下，半绒羽则位于正羽和绒羽之间，而纤羽则具有触觉功能。羽毛表面覆盖着一层油脂，这层油脂能够防止水分渗透，保持鸟儿身体的干燥。这种天然的防水能力也是许多鸟类选择建造露天鸟巢的原因之一。它们深知自己的翅膀足以在恶劣天气中为鸟蛋或新生的雏鸟提供必要的遮蔽。这种适应性不仅体现了鸟类的生存智慧，也是它们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的生动例证。人类往往习惯于用自身的视角去揣摩动物的行为，常常误以为鸟巢就是小鸟的家，这实际上是一个误解。鸟类的筑巢行为大多仅发生在短暂的繁殖季节，它们并不像人类一样拥有固定的居所。面对下雨等恶劣天气，鸟类也需要寻找避难所。它们避雨的方式其实相当简单。当大雨倾盆时，鸟儿们会寻找临时的避难地，这些地方可能是树叶茂密的树下，或是岩石的缝隙中。一些特别聪明的鸟类，如乌鸦和鹦鹉，甚至能够巧妙利用人类的建筑结构，比如屋檐下或阳台上，作为临时的避雨场所。你是否见过那些站在树枝、电线和屋顶上，头部以45度角仰望天空的鸟儿？它们并不是在沉思，而是在保持一个让雨水快速滑落的角度。因此，有时我们会看到在下雨天，一排鸟儿在电线上排成一列，凝视着落雨的天空。它们这样做实际上是为了防止雨水渗透进羽毛。鸟类没有固定居所躲雨，一般的小雨还能硬着头皮淋，但遇到极端的暴雨天气，小鸟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艰难。当然，小鸟们虽然不能直接对抗暴雨，但它们能够通过次声波感知气压的变化，预测大雨即将来临，从而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暴雨往往伴随着气温的大幅下降以及获取食物难度的增加，因此在感知到暴雨即将来临，鸟会大量进食。候鸟则会在极端天气到来之前，通过预判天气变化，分批撤离原有的栖息地。如果遇到顺风，它们的飞行速度还会得到提升，缩短飞行时间，节省体力。所以鸟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脆弱，它们拥有一系列适应自然、应对环境变化的策略。当然，面对台风这样的极端天气，鸟类也难免会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失。在美国东部和加拿大南部，生活着一种名为真尾羽燕的鸟类，它们以其敏捷的飞行技巧和优雅的身姿而闻名。每年秋冬之交，这些真尾羽燕会集结成壮观的鸟群，展开千里迢迢的迁徙之旅，
飞往温暖的南美洲过冬。在迁徙的过程中，真尾与雁不仅要面对长途飞行的挑战，还要应对途中可能遇到的恶劣天气、台风等极端气候条件，可能会对它们的生存造成威胁，导致部分鸟类在迁徙途中不幸遇难。其实说了这么多，鸟类对雨水的态度远非恐惧，实际上大多数鸟类对雨水并不畏惧。雨水不仅能为它们提供必需的水分，还能帮助它们清洁身体。在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下，聪明的鸟类早已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发展出了一整套应对极端天气的策略和生存技巧。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